你见过这样的晚餐吗？如果说在上一集中，沟吕木是利用栗子的死从精神层面上摧垮孤门，而本集是沟吕木用攻心计从内心层面上给孤门种下了心理阴影。他的恶魔游戏完全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沟吕木先是指派异生兽诺斯菲尔袭击了小女孩李子的一家4口，但留下了李子和他哥哥的性命，并将他们的父母做成了人形异生兽，安排在一栋别墅中，等待着猎物的到来。而夜袭队自然而然地收到了这一家4口被异生兽袭击的讯息。孤门看着亲自给他们拍的照片，让他陷入了自我怀疑中。此时预知者也监测到了别墅中异生兽的震动波，孤门和西条子首先前往探查。为了救兄妹俩，基石准也向着别墅奔去，但却遭到了沟吕木的阻挠。他不会让基石准影响他的恶魔游戏计划。基石准和沟吕木的首次正面交锋也正式开启。而当孤门和西条子刚要冲入别墅时，远处基石准和沟吕木的战斗声响也吸引了两人。于是西条子和孤门兵分两路，孤门先前往别墅救援2个小孩子。此时别墅中假扮成父母的人形异生兽正强迫着小孩子啃食木头。孤门在此刻恰好赶到，异生兽见状立刻胁迫小孩子作为人质，并将他们带离了此处。孤门立刻前往追击，可当孤门刚追上进行射击时，却遭到了小男孩的阻止，因为他以为眼前的父母还活着。此时异生兽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，一个利爪猛地向孤门袭去，直接击落了孤门手上的通讯器。在打落孤门的武器后，一脚将孤门狠狠地踹向了大树，孤门瞬间失去了行动能力。2个异生兽也再次带着孩子离开，而另一边的西条子也来到了基石准和沟吕木对话的地方，两人也准备变身战斗。这也是沟吕木在本剧中的第一次变身，而且是要让西条子亲眼见证。よく見ておけ。これが俺の今の姿。俺の力だ。这个变身的确帅。黑暗梅菲斯特首次亮相，基石准也化身奈克瑟斯迎战对手。西条子见状惊讶不已，但也只能先和孤门会合。其余的夜袭队成员在预知者的指挥下也前往了目的地。此时人形异生兽已将小女孩带到了战场附近，但梅菲斯特丝毫不给奈克瑟斯救援的机会。奈克瑟斯也只能先与其交战，可梅菲斯特有着比浮士德更强的战力。虽然在不断的战斗中，奈克瑟斯的战力也在不断增强，但此时并不是梅菲斯特的对手，而且梅菲斯特还有着利爪武器。奈克瑟斯一时被打得无法起身，而梅菲斯特也开始实施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。异生兽诺斯菲尔破土而出，只见其向地面发射一道光线，2个人形异生兽连同着小女孩一同被这股光线带走，附着在了诺斯菲尔的眉间，只剩小男孩一人留在了原地。但这都是沟吕木计划的一部分。此时奈克瑟斯也一眼看清楚了小女孩的处境，但梅菲斯特根本不会让奈克瑟斯阻碍他的计划。这时夜袭队的3架战机终于会合，也将进行新的阵型合体。100万加农炮切斯特首次实战，整个看着就像一辆坦克。作为主炮手的孤门将炮火对准了异生兽，异生兽感受到威胁后也朝着切斯特走去。此时梅菲斯特从头部发射一道光芒进入了小男孩脑中，让他共享了孤门的视野。见到孤门已将枪口锁定异生兽后，小男孩立刻呼喊着赶紧停手。而此时的孤门回想起栗子的遭遇，复仇的火焰在这一刻熊熊燃烧。随着按钮的按下，100万加农光线顺势发射，整整一击，直接击穿了诺斯菲尔。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，诺斯菲尔终于被击败。废墟之中，小女孩躺在地上不知生死。眼见计划达成，梅菲斯特消失在了原地，而奈克瑟斯眼见着梅菲斯特如此卑劣的手段，让他不得不回想起塞拉的经历，但此时也只能消失离开。原以为完成了对异生兽的复仇，但得知了小女孩因此重伤昏迷，生死未卜后，孤门也是愧疚自责不已。小男孩在看到孤门后，质问着他为何要射击。眼见如此的沙耶也只能安慰孤门，毕竟他们能够消除小男孩关于此事的记忆，但这也无法抹除孤门内心的愧疚。正因为自己对于异生兽的仇恨，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，这在孤门心中留下了心理阴影。这也正是沟吕木整个计划的高明之处，因为想要摧毁一个人，必先攻其心。他逼孤门直面了内心最深处的黑暗，这为他堕入黑暗打好了坚实的基础。而本集中黑暗梅菲斯特首次登场，算是本剧中的中期 BOSS， 也预示着奈克瑟斯新一轮战斗的打响。基石准片的高潮部分即将到来，我们下集再见。